董卓，这位三国时期的权臣，其名字几乎与暴虐和权谋画上了等号。他是怎样从一名普通的将领，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最终却因其残暴的行径，成为了三国历史上最为人唾骂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充满了血腥的权力斗争、政治的游戏，以及最终的悲剧。今天，我们将一起回顾董卓的起伏跌宕的人生，以及他在三国时代所留下的深刻印记。董卓出生于公元155年，家乡在今天的山西省滨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年轻时的董卓，凭借着天生的勇猛和出色的战斗能力，在地方上很快就有了名气。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敢于挑战强敌，屡次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这种能力和胆略怎么能不让人注意？董卓也正是这样，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战斗，逐渐崭露头角。尤其是在平定地方叛乱的过程中，他的军事才干逐步展现，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可，也为后来进入更高层的权力圈打下了基础。到了180年，黄巾起义席卷整个东汉，人民疾苦，天灾人祸不断。董卓在这场战斗中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任务。尽管这场战役他并不是最出色的指挥官，但他却凭借忠诚和踏实的作风，逐渐获得了上司的信任。这个时期，董卓还算是一个相对低调的将领，更多的是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而非依靠权谋手段。在这段时间里，他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和政治资源，逐步为将来能够掌握更大的权力铺路。时光来到189年，董卓已经不再是那个仅仅依靠勇武而知名的年轻将领了。这时候，东汉的政局早已动荡不安，朝廷内外的势力错综复杂，各种权力斗争不断，而董卓也借着这一政治空隙，巧妙地迈入了中央政坛。彼时，董卓的上司去世，他开始接手更多的军事指挥大权，逐步走向权力中心。而这一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曹操的父亲曹嵩被任命为太尉，实际上也给了董卓一个机会。朝廷权力动荡，百姓疾苦，董卓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他不仅依靠自己手中的兵力参与了镇压叛乱，还通过为朝廷提供兵源和军力支持，逐渐在政坛上站稳了脚跟。通过一系列看似平凡的举动，董卓成功打开了通往更大权力的门。不过，这一切并没有顺利到永远。董卓的崛起自然引起了许多其他地方势力的警惕，特别是曹操和袁绍等人。对于一个外来势力的插手，许多人感到不安，于是围绕董卓的反对声越来越强，形成了一个联军，准备对董卓进行打压。然而，正是在这种乱世中，董卓凭借其手中的军队、果断的决策和不断上升的威信，慢慢稳住了自己的地位。即使周围风雨如磐，他依然能够找到机会站稳脚跟，并最终在这场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这个过程中，董卓并非没有敌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势力都在背后运作，试图拉拢或者打压他，但他靠着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和对权力的极致追求，稳步攀升。可以说，这一段时期为董卓后来的暴政埋下了深深的种子，而他逐步掌握的权力，也让他有了更大的野心，开始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欢迎来到以墨说史，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人物，揭示他们璀璨的一生，展现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智慧与谋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订阅，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历史。到了189年冬天，董卓的政治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曹操、袁绍等地的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在朝廷上推举新世子，想借此来改变帝国的政治格局。然而，董卓并不打算让这些地方势力轻松得逞，
他看准了时机，果断采取了行动。他逼迫当时的皇帝刘辩退位，将皇位交给了刘辩的弟弟刘协。这个年纪上小的皇帝被立为新帝。更重要的是，董卓没有让刘协成为真正的君主，而是将他变成了傀儡皇帝，彻底掌控了朝政。这一步棋打得极为果断，也极为成功。很快，董卓被任命为摄政大臣，获得了对朝廷的实际控制权。在这一刻，董卓不再是一个依靠军队和外部势力维持权力的将领，而是彻底掌握了中央的权力。他控制了朝廷，掌握了军队，甚至可以决定国家的大事。此时的董卓已经成为了整个东汉政权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你可以想象，一位手握绝对权力的人几乎可以决定一切，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所作所为开始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进入190年，董卓的暴虐统治彻底展开，他开始严刑峻法，残酷打压任何敢于挑战他的政敌。董卓的统治不容忍任何意见，尤其是那些敢于反对他的人，往往会遭遇严厉的惩罚。他的手段非常直接，用血腥和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朝廷中的一些官员、权臣，甚至是曾经的盟友，只要稍有不满或者有反叛的迹象，都会被董卓用极端手段除掉。这种残忍的做法迅速让朝廷上下都感受到了无比的压迫，民众的怨声也越来越大。然而，董卓的暴行并不仅限于朝堂内的权谋斗争，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开始大肆敛财，甚至强行收缴民众的财物和土地。他通过自己的亲信来把控重要的官职和资源，任命一批自己信任的人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些人不论能力如何，完全依赖于董卓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董卓的亲信越来越多，朝廷中那些忠诚的士族和老臣开始逐渐感到威胁。许多原本保持中立或者支持朝廷的士族也开始加入反抗行列。董卓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权力，他还试图将所有的关键位置都交给自己的亲信。这种过度的政治干预让很多本来忠诚的士族和官员感到极度不满。董卓的举措不仅让政坛越来越腐败，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各阶层的对立。原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各方利益的士族阶层，被董卓打压到几乎无路可走，这使得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暗中筹划反击。可以说，董卓的这种暴虐的统治直接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分裂。董卓不仅仅是在朝廷上拉拢亲信，他的暴政在整个东汉社会内造成了深刻的裂痕。百姓的疾苦，官员的不满，士族的反抗，所有这些因素的交织，使得董卓的统治如同一颗埋藏在地下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正是这种权力的傲慢和自信，最终为董卓招来了无法避免的危机。董卓的暴政终于激起了地方豪族和势力的强烈反应。190年，随着董卓的独裁统治愈加严重，地方上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特别是在袁绍和孙坚的带领下，多个地方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反董卓联盟。袁绍这位地方豪族的领袖，不仅实力雄厚，而且心怀大志，早就不满董卓的统治。孙坚作为东吴的奠基者，也并未对董卓的暴政坐视不理，两人联合起来，自然形成了对董卓的强大压力。整个局势开始发生变化。进入190年秋，袁绍联合了其他地方势力，发动了对董卓的直接挑战。这场挑战不仅仅是为了推翻一个暴君，还是为了重新争夺权力的核心。董卓面对这一局面，虽然已经坐拥重兵，但却也并非无懈可击。他迅速调动军队，依靠自己手中强大的兵力和早已部署好的军事力量，开始镇压反叛势力。初期，董卓凭借强大的军队压制住了这些反抗者，他的军事优势依然让他得以维持统治。然而，
战争的硝烟并没有完全消散，反董卓的力量依旧在不断增长，局势依然紧张。但是董卓的暴政已经让许多人心生不满，而他自己的高压政策和对朝廷的强硬手段也渐渐让他走到了一个悬崖的边缘。尽管他暂时通过镇压反叛力量维持了权力，但他身边的敌人已经悄然积累。对董卓来说，虽然表面上看似安稳，但内心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他已经没有朋友，只有一群依赖权力的亲信，而这些人背后往往也藏着不可告人的心思。到了192年，董卓的独裁和暴政终于引起了朝廷内部的强烈反感。在朝廷中，有许多人看不惯董卓这种贪婪、暴虐的统治，而其中最为坚定的反抗者之一便是王允。王允是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他看透了董卓的独裁霸道，明白如果不除去董卓，东汉的命运必将彻底堕落。因此，在王允的精心策划下，董卓的命运开始走向终结。192年5月，王允联合吕布、李肃等人，展开了对董卓的刺杀行动。吕布，这位董卓的养子，内心一直怀有怨恨，而李肃则是朝廷中的一位有权势的官员。在王允的策划下，三人达成了联合，最终发动了这场政变。董卓本以为自己铁桶般的权力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他在权力的顶峰上过于自信，导致了自己被完全孤立。当这场政变爆发时，董卓毫无防备，最终死于刺杀，年仅40岁。董卓的死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东汉政权。尽管他在短短几年间凭借暴力和权谋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最终他却被自己的暴政所拖垮。董卓的覆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一个人若只凭暴力和恐怖维持统治，终究会在反抗的洪流中沉沦。权力的巩固除了强硬的手段，还需要智慧、宽容和真正的民心。而董卓的失败也让人们看到了权力之路的残酷与危险。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时的胜利，但终究会因为缺乏理智和人心而导致彻底的失败。董卓死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短暂而暴力的统治。尽管他在192年被刺杀，中央政权的控制迅速出现裂缝，局势一度陷入混乱，但董卓的死并没有让历史的车轮停下，反而像是点燃了更大范围的纷争和动荡。董卓的暴政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了无数后代警示的负面教材。他残忍的统治充满了血腥与恐惧，直接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衰落。朝廷的腐化，社会的不安，加剧了地方势力的崛起和权力的分裂，这一切都成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前奏。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将董卓的形象描绘得尤为生动，几乎是三国历史上最为恶名昭著的暴君之一。书中，董卓不仅是一个政治权谋的高手，更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暴君，手段残酷，心狠手辣。在罗贯中的笔下，董卓不仅摧残了无数忠良之士，还为自己的权力勾心斗角，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三国第一恶人。这种形象的塑造，使得董卓的名字几乎与暴政画上了等号，成为后人讽刺与批评的对象。但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董卓的遗产和影响却远不止如此。尽管他的统治以失败告终，但正是他的所作所为，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也为三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奠定了基础。董卓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那个时代腐朽政治的象征。他通过暴力与恐惧建立的权力，虽然短期内牢不可破，但却彻底摧毁了社会的信任基础，也为后来群雄割据、战争不断的局面提供了动力。董卓的暴政实际上是在逼迫这个国家走向分裂，
为后来的三国鼎立局面埋下了伏笔。因此，董卓的历史地位虽然更多是负面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对三国历史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无论他是否愿意，他的暴政都为这个动荡的时代加速了权力的转移，让无数英雄豪杰得到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董卓虽然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材，但他却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塑造了三国时期的历史轨迹。总的来说，董卓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权力、暴力和背叛的复杂交织。他的崛起与统治不仅揭示了一个政治腐败的时代，还提醒我们，当权力过于集中、滥用时，最终只会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董卓虽死，但他所带来的教训与启示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成为了三国历史中一块不可忽视的伤疤。